朋友们，明天周日晚上11点半，西汉姆联对阿森纳，关系到本赛季英超冠军的归属，所以老 K 将直播，欢迎您到时候一起过来陪伴。那么今天的比赛，曼城3-0战胜布伦特福德，不仅拿到了3分，还拿到了3个净胜球。现在积分榜上同样是打了35轮，只落后阿森纳2分，净胜球方面也只落后1个。特别有趣的是，赛后发布会上，瓜迪奥拉亲自为阿森纳明天的对手西汉姆联举起双手大喊加油铁锤帮。他这个双手臂交叉的姿势，比完了之后喊完了口号后赶紧起身离去，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引发了现场哄堂大笑，挺有节目效果。看得出瓜图对自己即将离去的时候最后一届英超冠军看的是真重，真有些忘了形。最近这段时间曼城表现最好的真正的大树就是多库，他的射门能力持续进化，各种突破，各种传中和倒三角在左路简直是神奇的存在。尽管多库慢慢的挤走了格拉利什，但不得不说他是真正的完成了究极进化。曼城乃至英超目前第一的边路爆破手，能突能传能射。曼城的传控加上多库的爆点，颇有些像过去15年前的宇宙巴萨队。过去刚刚进入曼城的时候，多库只会过人，传球也传不好，但在采访中最近他说自己要多的进球，真是把内切给练出来了。多库的周薪还只有5万，而队内马尔穆什30万周薪，莱因德斯23万，还有不怎么上场的特瓦切奇也有15万。这样的多库就想问曼城涨工资到底涨到多少合适？本赛季从战术的地位到场上的表现，都可以争一争曼城队内赛季最佳球员的水平，所以蓝月亮还真是缺不了比利时人，他成了今天打开胜利之门的关键钥匙。想想格拉利什，想想多库，不得不佩服曼城和瓜迪奥拉的远见。好的，今天过去利物浦犯过大错的门将卡里乌斯，他晒出了自己和妻子迪莱塔莱奥塔迎来了儿子莱昂纳多的消息。沙尔克俱乐部官方也送上祝福，祝贺两人再次迎来家庭新成员。在3个赛季过后，现在沙尔克04终于得以重返德甲。我们看到卡里乌斯在慢慢的变好，为他高兴；看到弟妹挺好看，挺有说服力，也为他高兴。所以卡里乌斯的双喜临门，大家一起来沾沾光。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订阅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的点赞、热推、分享和评论。好，咱们继续。随着他的进化，现在曼城没有多库是真不行，而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也正在为他进行改变，作用是变得越来越大。这样的水平对比大巴黎的 K77、拜仁的迪亚斯、巴萨的拉菲尼亚，曼城是一点不遑多让。标志性的内切打门，美妙的弧线，有他在，曼城球迷不用羡慕任何边锋。所以第二个要夸的当然是哈兰德，10年长约锁死哈兰德。今天能看得出，除了多库以外，曼城球员传球最棒的就是哈兰德了，感觉正在往哈里凯恩的方向发展。哈兰德的盘带传球越来越好，从上赛季就能看出来，传球非常细腻，他的拿球直塞的水平真不像过去一个传统大中锋，说夸张点甚至有点德布劳内的影子了。虽然在瓜迪奥拉的手下，哈兰德很难把自己大中锋的优势完全展现出来，但现在既能盘带又能做饼。过去做的饼队友们总是浪费机会，但今天哈兰德终于拿到一个助攻，所以本赛季各项比赛已经首发46场，37个进球，8个助攻。这样的支点能力，哈兰德太牛逼了，传球都把老 K 给看湿了。上半场他起到了战术上的作用，下半场又体现了顶级前锋的能力。今天进的这个球，老 K 只能说留给哈兰德的进球部位已经不多了。一场比赛将近70-80分钟，哈兰德没有得到队友的支援，但他还是能够把握住本身不是机会的机会，而且还不断的给队友创造机会，连续2脚直塞球太牛了。曼城的几个中场球员谁有这个水平？说起来曼城几个中场球员的直塞球还真比不过上一场的科瓦切奇，不是闷头带被断或者回传，就是闷头带然后打个飞机。所以不敢想，曼城前场如果有2个哈兰德，一个给自己传球，一个接了传球自己射门，那蓝月亮不要太强啊。所以曼城锋线球员的拉胯掩盖了哈兰德的传球水平。哈兰德其实已经经常回撤到中场接应，或者背身做球，时常能够传出好的助攻。还有目前英超甚至在欧冠，对于哈兰德来说总是有一套单独的判罚标准，就像过去勒布朗詹姆斯在 NBA 一样，
各种抱摔，各种拉拽，从来都不是犯规。人们对于哈兰德的要求总是非常严苛，所以他跟多库两个，再加上门将多纳鲁马，依旧是曼城的大腿。当然，另一方面就凸显的塞门约，先不说他，今天总的来说还算踢得可以。今天的那个外线的横传，老 K 就原谅你的失误了。塞门约还算是在进攻端创造了一些机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表现。可是东窗加盟到现在，确实是让人有些失望。他在右路的来回绕圈，可是爆破不了，还老往中路挤，压缩了哈兰德的空间。虽然进球助攻数据不错，但是塞门约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小球队球霸的踢法，和曼城流畅的进攻还没有完全搭配起来。对了，前2天挺有意思，有一名71岁的男子老头，竟然因为种族歧视塞门约被捕。这位老先生是在周一晚上，当时曼城3-3战平埃弗顿的比赛中，对塞门约发出了种族主义的辱骂。当时现场的球迷和安保人员就发出了举报。最后，这位来自诺丁汉71岁的老人就因为实施了带有种族加重情节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而被逮捕。现在警方已经同意他的保释，但保释条件包括在以后的比赛开球前最多4小时，比赛期间还有中场哨响后最多4小时内，禁止进入任何指定体育场馆1英里的范围。就这件事情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警方将继续和埃弗顿足球俱乐部密切合作。说起来，英国的法律保释条件都挺有意思。曾经听说有名人来访问的时候，学校里有个孩子朝他扔了鸡蛋，最后这孩子保释的条件有一条，就是以后不准他买鸡蛋。好，另一方面，哈兰德成为了本赛季英超首位5场同时有进球加助攻的球员。他的英超直接参与进球数已经达到了34球，一传一射，今天也成功当选全场最佳，这也让他终于找回了状态。要知道去年的10月，哈兰德曾经连续6场进球，从那以后，今天才是首次连续4场英超都能取得进球。世界杯要来了，哈兰德也在调整状态，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他本赛季国家队打进了13球，俱乐部打进了37球，已经解锁了赛季50球的成就。另外，以111个进球追平了马内，升到了英超历史射手榜的第25位。在他身前的是打入了113球的名宿伊恩·赖特，而英超历史射手王这是阿兰·希勒，打进了260球。哈兰德还有的追，不过他有10年合约，而且只有25岁，只要一直留在曼城，这也是必定的事儿。还有，在接近900名 FWA 成员的投票中，曼联的 B 费最终是成功击败了阿森纳的赖斯，击败了曼城的哈兰德，当选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年度最佳球员。OK， 赛季即将结束，现在关于曼城今年夏天的运作计划已经有记者开始进行披露。首先，今年夏天不会出售莱因德斯，因为任何新援都需要时间适应。莱因德斯总的来说首个赛季表现尚可，曼城也是有耐心的俱乐部，不会那么容易就清洗他。另外，在中后卫方面，鲁本迪亚斯下赛季将继续留下，和胡桑诺夫、格伊、格瓦迪奥尔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罗德里，曼城俱乐部对他很有信心，认为能够留住他，但毕席尔瓦肯定要走。他虽然和瓜迪奥拉合作多年，也属于不可替代，可这件事情早已经决定。所以在中场，曼城看上的安德森能不能来，还有菲尔福登能不能够进一步转型，还有里克刘易斯也有可能结束冷板凳重回赛场。不过曼城在中场正考虑引进不止1名中场球员作为备选，而这里面最热门的人物就是安德森。而本赛季末瓜迪奥拉有可能会离开，可是无论主帅如何更迭，曼城已经决定不会实质性改变转会业务的运转。像头号候选人马雷斯卡，他非常清楚曼城的运作模式，虽然整个体系需要为新的主教练做出调整，但俱乐部同样期望新的教练能够认同过去曼城的工作方式。所以瓜迪奥拉去留的不确定性并没有阻碍曼城在转会市场上果断行动。好，关于曼城的特拉福德，只有在球员有意愿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外租。另外，特拉福德今年夏天很可能会收到一份丰厚的报价，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曼城也有90%的可能性选择将他出售。因为上赛季签下多纳鲁马时，曼城已经明确多纳鲁马是未来10年的头号门将，本来作为主力门将迁入的特拉福德就显得非常尴尬。而在右后卫，曼城的目标是要寻找一名年轻球员来和马特乌斯·努内斯竞争，但不是找人来取代他。
这方面的目标包括有费耶诺德的吉瓦伊罗里德，还有罗马队的韦斯利。由于曼城部分中后卫也能踢右路，所以曼城并不认为右后卫是一个需要花重金去补强的位置。总的来说，大概的思路是这样。随着夏天的临近，具体的计划会一点点的铺开，老 K 也会及时带来报道。那么最近有曼城的球迷在留言区问老 K， 未来随着鲁本迪亚斯和格瓦迪奥尔的伤愈复出，他们能不能打上球？他们在曼城的位置如何？好消息是，这两个人已经正式恢复训练。不过鲁本迪亚斯现在能力下滑比较严重，伤愈归来的格瓦迪奥尔能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现在还是未知数。像今天格瓦迪奥尔没有上大名单，鲁本迪亚斯也在板凳上坐满了全场。瓜迪奥拉今天选择了格伊和阿克搭档，踢满了90分钟。所以老 K 认为，未来瓜迪奥拉还是会重用格伊作为绝对主力，阿克、胡桑诺夫、格瓦迪奥尔还有鲁本迪亚斯可能会轮流使用。那么今天的比赛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第59分钟，多库一个人从左路内切带球突入禁区，磕磕绊绊，但谁也拦不住，最后兜射打了个死角世界波。第75分钟，塞门约果断地突入禁区，从右路制造威胁，传球到了中路，在乱战中哈兰德以非典型的动作得分，也是踉踉跄跄将比分改写为2-0。补时阶段第92分钟，哈兰德在中路的直塞助攻，马尔穆什接球后低射破门，3-0。今天的比赛虽然赢了3个，但阿森纳的球迷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小蜜蜂被判越位，但最后也没看懂主裁判的意思，在那儿听耳机听了半天。这种情况肯定也要先看有没有越位，如果越位了就根本不用管禁区内的情况。所以裁判听了半天耳机后举的手势好像是没有越位，如果是越位就直接举越位的手势，根本不用看有没有犯规。所以说这个球很奇怪，裁判的行为也很奇怪，大家看不懂他想要表达什么。还有逼席尔瓦报复性的击打小腿，没有给红牌，只给了黄牌，确实感觉判罚好像有些问题。所以今天的比赛，小蜜蜂这边上下半场各有一次关于点球的申诉，而且下半场那个球甚至能让小蜜蜂把比分追成1-1。上半场那个嘛还可以说是碰到球了，下半场这个如果说是越位，那么应该有 VAR 的检查嘛。不管了，老 K 也不是裁判，这么专业的事找我也没用。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把握住自己的机会，看明天阿森纳能不能全取3分。另外，今天桑德兰和曼联打成0-0，沃尔夫斯堡主场0-1输给了拜仁。巧的是，卡塞米罗今天缺席了曼联的比赛，于是，在统计中，本赛季只要卡塞米罗没有首发，所有的英超赛事中曼城都没能取胜。而胖虎是因为有些小伤缺席了，这也是他本赛季首次在非停赛的情况下缺阵。曼联主教练卡里克于是对阵容做出5处调整，芒特顶替了卡塞米罗首发。但是真不想说，这场比赛真是太难看，太想睡觉。上半场曼联门将拉门斯扑出了对方的单刀，下半场又再现关键扑救，而曼联呢，全场只有1次射正，所以弱队出门将拉门斯当选了这一场的最佳球员。他90分钟内是4次在禁区内扑救，阻止预期进球达到了 2.05 个。所以曼联红魔的复兴还早得很，任重而道远。今天中后场没什么可说的，马兹拉维打右后卫，双后腰梅努和芒特，前腰依然是逼费，左边库尼亚，右边阿马德迪亚洛，中锋用了齐尔克泽。但也正是齐尔克泽又拿出一场非常糟糕的表现，出场了65分钟，全场只完成1次射门，而且还射偏了，11次身体对抗只有4次成功，还吃了1张黄牌。整个上半场有他在，曼联0射正，这也是本赛季在英超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齐尔克泽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大概率会在下窗的出售球员名单当中。这场比赛的表现也进一步让他的身价打折。那么最近关于皇马的内讧，曼联也看上了他们的楚阿梅尼，但有消息，尽管阿森纳和曼联都想要，可皇马不愿意出售楚阿梅尼。拜仁这边则是本赛季各项赛事第一次以1-0取胜，表现最突出的还是奥利塞，他在德甲真属于降维打击。今天最大的收获是拜仁年轻门将沃尔比西奉献了伟大的表演。比赛中沃尔夫斯堡发挥出色，本来有可能进5个球，但是沃尔比西在替代诺伊尔出场时的表现极为震撼，气场非常强。马特乌斯直接呼吁沃尔比西未来有机会成为德国1门。当然最有意思的是，今天比赛第35分钟，奥里塞在禁区内造了点球，由哈里凯恩主罚，可是狡猾的沃尔夫斯堡后卫贝洛西安
在凯恩罚点球前反复的跑到点球点踩呀踩呀踏呀踏呀，不巧还被天空体育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没想到他对点球点的破坏竟然真的让哈里凯恩主罚点球打飞，这也就让我们想起阿根廷队。阿根廷队每次罚点球之前，总有好几名很有经验的阿根廷球员过去保护梅西，保护点球点的草坪。真属于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绝对不能无。OK， 另外今天还有一场大家瞩目的比赛，可中国 U1709年龄段又1-2输给了日本。上半场日本队利用角球机会就首开纪录，下半场万象在中路带球送出直塞，赵宗元接球后突入禁区破门扳平比分。这时候时间刚刚48分钟，但是第60分钟，日本球员利用个人的能力，在禁区弧顶位置反复的摆脱后卫，起脚打门，皮球直入死角。这下子中国队的希望不大了，他们以0分暂列小组垫底，可末轮仍有理论上的出现希望。所以虽然都知道希望渺茫，还是期待奇迹出现。以老 K 看呀，中国队的实力确实还没有强大到冲出亚洲，尽管跟自己比确实有进步，但是这么多年中国土壤太烂了，至今没有真正树立以巴西化、以西班牙化、以地面技术为基础，没有这样的如巴萨拉玛西亚的理念，那么足球在中国就很难结出硕果。而许多人呼吁的邝兆雷的伤不是1年2年了，过去的3年5年一直就有伤，一直就许多比赛该打的时候没有他打不了，所以从小的青训千万不能拔苗助长。小时候把孩子的身体搞坏了，长大之后各种隐患。好，目前皇马地下格斗俱乐部传来新的消息，未来极可能的主教练穆里尼奥近期已经直接联系了3名皇马球员，这3人都不是西班牙球员，而且也都没有卷入周5的冲突事件，所以许多人都认为穆里尼奥回归皇马只剩时间问题。高层认为他是目前这种乱象唯一适合的人选。主席老佛爷向来倾向于征召熟悉皇马俱乐部特质的主帅，像过去的10年，安切洛蒂和齐达内都被任命过2次，这些人对俱乐部的内部认知和经验，帮助他们一次又一次胜任世界足坛难度最高的皇马主教练的岗位。而现在皇马陷入了场内场外的严重危机，所以球队将目光投向穆里尼奥。大家都清楚，现在需要一位强势的领袖，从混乱中重建秩序。高层们也意识到自身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需要有人能够全力捍卫他们所推崇的马德里主义。想想10几年前穆里尼奥第一次执教皇马的3个赛季，他曾经和自己的球员、和伯纳乌其他的高层、和裁判、和对手的教练以及当地媒体都发生过激烈冲突。但许多皇马内部人士认为，这些紧张和冲突从长远来看实则有利，这为安切洛蒂和后来齐达内时期的欧冠夺冠奠定了基础。而到了最近，安切洛蒂也好，阿隆索也好，阿韦罗亚也好，都镇不住更衣室。更衣室是大牌云集俱乐部高层在维尼修斯反抗阿隆索的时候，还明显偏袒了球员，进一步增加了主帅掌控更衣室的难度。而我们还记得10几年前，当时第一次任命穆里尼奥执教皇马，选择他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要恢复当时主教练在更衣室中逐渐旁落的权威。当时老佛爷还赋予了这位葡萄牙人远超历任皇马主帅常规权限的权利，让他在球队的阵容规划还有整体的体育决策上拥有重大影响力。其他的主教练几乎没人能获得弗洛伦蒂诺如此的对待。最后我们也能看到那一支皇马，C 罗、本泽马、莫德里奇、厄齐尔、迪玛利亚等等，那一支皇马由穆里尼奥打造了框架，也由后来的安切洛蒂、齐达内一个又一个结出了最后的硕果。而且我们还记得，穆里尼奥第一次执教皇马期间，虽然有各种风波，但他始终得到了皇马核心球迷层的支持。比如在2011年8月，当时皇马在诺坎普输掉了国家德比，场边的冲突中，穆里尼奥还戳中了当时巴萨助理教练比拉诺瓦的眼睛。即便如此，伯纳乌看台上还出现了一条横幅，写着穆里尼奥，你的手指为我们指明方向。此后的数个月，这个横幅一直悬挂在伯纳乌场内。不过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皇马球迷认为穆里尼奥的做法不符合皇马俱乐部的传统价值观，对他的行为感到厌倦。可是现在的皇马已经非常让人沮丧，许多球迷都将矛头指向了球员，说像姆巴佩等顶级球员缺乏投入，这是皇马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战绩下滑，球队氛围恶化，
所以即便是部分不喜欢穆里尼奥的皇马球迷，现在已顾不上了，已经不再将他排除在主帅候选范围之外。大家都认为只有他才能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不过前一段时间，穆里尼奥的本菲卡队在和皇马踢比赛的时候，当时本菲卡的球员对维尼修斯有种族辱骂，此后穆里尼奥的言论为了维护自己本菲卡的球员，也引发广泛谴责。好在维尼修斯一直没有公开评论穆里尼奥的言论，而且他身边的人也说维尼修斯不反对皇马任命穆里尼奥。与此同时维尼修斯和皇马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合同仅剩13个月。至于其他的皇马球员，在得知穆里尼奥成为了主帅的热门候选人时，阵容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穆里尼奥持积极的态度，比如说赫伊森。2024年的1月，穆里尼奥当时将赫伊森从尤文图斯带到罗马队，不过就在当月，穆里尼奥后来被解雇。在此前，赫伊森仅仅出场过3次，不过赫伊森和穆里尼奥对彼此的评价很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像姆巴佩、像贝林厄姆这些在本赛季曾被自己的球迷嘘过的球星，他们对穆里尼奥的反应非常值得关注。不过在穆里尼奥首次执教皇马的期间，当时还是小孩的姆巴佩就是皇马球迷，他卧室的墙上贴满了 C 罗的海报。姆巴佩上个月还点赞了一条关于穆里尼奥有可能回归皇马的社交媒体的帖子。最后的一个疑问就是，穆里尼奥一直要求球队要防守组织严密，进攻更直接，他不看重控球率，也不看重复杂的战术安排。而皇马今年的成功大多也依赖相对简单的风格，像安切洛蒂的深度防守加反击，所以相对简单的战术有可能受到皇马部分球员的欢迎，特别是那些不喜欢阿隆索当时试图将场上的动作和战术决策微观化去观察的那些球员。不过最后的疑问仍然是，穆里尼奥现在的方法还能不能适配当今世界足坛的顶级赛事？要知道他已经有10年没有率队夺得过联赛冠军了，上一次还是15到16赛季执教切尔西时的英超冠军，而他上一次率队获得欧冠淘汰赛的胜利，同样是2014年4月执教切尔西期间。总之，历史的车轮已经到了这一步，皇马的高层已经开始认为穆里尼奥是唯一人选，他可以重建球队，可以恢复目前混乱不堪的更衣室秩序。目前双方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彼此都已经清楚对方的意愿。穆里尼奥来皇马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老佛爷和他需要达成共识，以避免重蹈覆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皇马和他的经纪人超级经纪人门德斯的关系也已经恢复正常。明天的国家德比，皇马近12次在西甲对巴萨是赢了8场。过去44场西甲联赛的国家德比，皇马是16胜7平21负，仍然处于下风。值得一提是，过去12次交锋都没有出现平局，这是自1977到1986年间，当时连续18场国家德比没有战平从那以来，联赛国家德比现在持续最长的一次没有平局的记录。而本赛季巴萨已经在西甲的主场17场全胜，总比分52-9。老 K 就盲猜一句，这一次打平行不行？好，关于皇马最后说一句，除了穆里尼奥之外，皇马还存在一个唯一的 B 计划，那就是现任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现在美国队正在世界杯备战，作为东道主之一，波切蒂诺不想打扰美国足协，更不想打扰川普总统，所以我们不能排除皇马手里除了穆里尼奥还有他这一张牌。好，继续说一说这次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事件。现在消息又一步步传来，多名消息人士指出，在当时最紧张的时刻，巴尔韦德曾经在训练基地的走廊里大喊，说自己再也不会为皇马出场了。他当时认为局面已经无法维持，但事实上他的脑子里依然只想着皇马。他现在对当时自己说的不负责任的话感到非常后悔，所以完全接受对他自己对楚阿梅尼均处以了50万欧元的罚款的处理。他希望已经发生的一切不要让任何人质疑他对皇马的投入，因为正是对本赛季的极度失望才让他最终越过了界限。这一次各自被罚款50万欧元，相当于他们约2周的薪水。巴尔韦德的税前周薪32万欧元，如果加上奖金可能达到40万欧元。楚阿梅尼税前周薪24万欧元，如果加上奖金可能达到30万欧元。另外就是在赛前的关键训练中，姆巴佩依然没能随队完成全部训练内容，他能不能参加国家德比的首发仍然不确定。最近这几周他一直是外界批评的焦点，只是由于楚阿梅尼和巴尔韦德打了起来，才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暂时转移。现在那个关于姆巴佩 out 的活动
已经自称累积了7000万份签名，所有人都知道这做不得数，这已经成了一次闹剧。对了，在今天合练的时候，门将库尔图瓦在争球的时候险些用脚爆头了姆巴佩。哈哈哈，皇马地下格斗俱乐部啊，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姆巴佩这个沛公 ，OK。最近楚阿梅尼在社媒上最新去关注了 B 费、梅努、姆波莫，这都是曼联球员。这2天去和这几个人互关，这让他和曼联的联系更加引发热议。而 B 费更有意思，他竟然点赞了关于楚阿梅尼和巴尔韦德爆发冲突的新闻。大 B 哥真是喜欢足球啊，每天24小时都是一个高强度网络冲浪选手。我估计他心里面想的是，我在曼联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曼联之前都已经烂完了，他也没有见过这场面。哈哈哈，这说明有一说一，曼联当时烂是烂啊，以前的几个毒瘤顶多算是懒汉，没有这种超雄。更衣室里面更多的是偷懒划水的。好，现在皇马内部已经有消息啊，有人怀疑索拉里是管理层的内鬼，曾经向媒体泄露了球队的重组以及引入体育总监的消息。不过这也迫使皇马罕见的发布官方声明辟谣。索拉里目前没有明确的职责，已经成为管理层中的棘手人物。通常皇马不愿意发布此类辟谣的官方声明。2022年11月，当时老佛爷重新召回索拉里，曾经一度被委以足球总监一职。然而最终索拉里仅仅负责青训营，而且任期很短暂，因为青训部门实际上由曼努·费尔南德斯执掌，所以索拉里除了担任皇马的俱乐部大使，基本长期没有固定的职责。他偶尔会现身于皇马重要比赛的看台上。鉴于他缺乏明确的分工，管理层正在考虑和他分道扬镳。不过索拉里请求再给一些时间，他想等待另一支球队的执教的邀约。尽管机会一直没来，而他在皇马的处境也越发艰难。过去安切洛蒂离开的时候，阿隆索离开的时候，索拉里都曾经是主教练的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皇马选择了提拔阿韦罗亚。好的，这一次国家德比的赛前发布会，深陷风波的主教练阿韦罗亚在赛前发布会否认了有球员不尊重自己的传闻，并且回认了冲突。他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更衣室的事本应该就留在更衣室，这次冲突只是一次不太走运的意外，应该到此为止。在我看来，泄露更衣室发生的事儿是对皇马的背叛，是对这个队徽的背叛。但我没有查出谁是泄露更衣室消息的人，因为我不是 CIA。 皇马有许多人，我也不会随便指责任何人。发生在我球员身上的事儿，只有他们和我知道。好的，对这一次深陷内忧外患的皇马，马上在国家德比就要面对他们的巴塞罗那。巴萨对皇马出现的重大危机深感意外，但弗里克的队员们都很清楚，皇马的氛围已经失去了平衡，这是一个需要把握的绝佳机会。巴萨的首要目标是夺得联赛冠军，绝不能让皇马阻碍巴萨和球迷们在诺坎普球场共同庆祝。所以巴萨认为本周日就是球队庆祝夺冠的日子。明天从比赛的第1分钟开始，巴萨就计划对皇马的防线发起冲击。巴萨的更衣室球员们认为，无论皇马球员的职业素养如何，他们的士气已经难以支撑在客场打出国家德比所需要的强度。所以弗里克和球员们希望以一场大胜完成任务。好，让我们轻松一下。现在经纪公司已经确认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已经确定将参加26非法世界杯开幕庆典。她将亮相洛杉矶的体育场，参加美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揭幕战赛前表演，和多位国际巨星，包括巴西的流行天后阿妮塔、美国的饶舌巨星 Future、创作歌手水果姐凯蒂佩里，还有近年来迅速走红的泰拉、Rema 等知名的艺人。这次亮相将让 Lisa 创造历史，她也会成为第2位登上世界杯开幕舞台的 K-pop 艺人，同时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女性 solo 歌手。不过最近 Lisa 网传在纽约的 Met Gala 之后，在 The Box 夜店主持和压轴脱衣秀，当晚有2场独立的活动，有 GQ 官方正规派对，还有 The Box 先锋艺术派对。但网传说有成人秀，尺度大。不过也有多方辟谣说没有主持成人秀。但我们记得在2023年9月，当时 Lisa 在巴黎的疯马秀表演了5场，风格非常的性感和大胆。所以这些事情老 K 也不太懂，只是觉得这么漂亮，老 K 不能落伍。好的，明天阿森纳的比赛，明天国家德比见。朋友们别忘了点个订阅，点个赞，非常感谢你的评论，咱们明天再见。